这也是一个有天有地的广场，很多楼跟楼之间呢有一些人行走廊。我们来看一看大宁。上海的春天啊，好像大家特别喜欢摆放郁金香。我在杨浦滨江啊，还有在徐府滨江等等地方呢，都看到很多的郁金香。这边还有一个骑马的体验场地啊，一匹黑马，有人小孩子在那里学骑马。今天的马戏城售票厅关着门，应该今天没有演出。嗨，大家好！现在呢，我在老闸北区的延长路站，就是1号线的地铁站的其中一个站。现在我向4号口走出去，那边有大宁路。刚刚我看了一下这个地图啊，这个边上有2个商业中心，一个就叫大宁国际商业广场，还有一个是久光商业中心。总之，这个地方作为以前的老闸北区，它现在已经叫静安区了。所以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就因为核定上了一个在上海来讲1线的区，使得这个地方价值就翻倍了。无论是老百姓自信，还是他们所持有的房地产，以及在这边做商业的商业人士等等，都是得到了不错的提升。现在呢，我走出延长路站，很幸运，天没有下雨，跟今天的天气预报不符。我现在面对的呢，就是上海的一条南北大通道，就是南北高架。我们这边可以来看一看这条承载着上海越来越繁重的交通压力的大通道。今天呢，我是和我的孩子相约在前面的马戏城站那边的商业广场里面见面。我稍微早到了半个多小时，所以我就提前了一个站下车了，就从延长路这个站呢下车，然后这边走一个站正好呢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附近的2个商业广场。我的左侧围墙里面有一个大的医院，第10人民医院。这个医院的后面呢，还有一个口腔医院，所以对当地老百姓来讲，诊疗或者保健方面呢，应该是可以得到足够的支持的。能不能正常取钱转钱？这个就是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现在是属于同济大学的附属医院。前2天我在上海的黄浦江滨江沿着那些非常漂亮的滨江的河岸走了很长的距离，看到的都是上海的美景。但是今天呢，我觉得我们就到一个应该怎么说，在1线城市上海算是2、3线的一个地区，到这边来看看这边的老百姓的生活和他们利用的一些设施。我现在呢已经走过马路，
现在我面对的就是大宁国际商业广场，看来这也是一个有天有地的广场，很多楼，楼跟楼之间呢有一些人行走廊。我们来看一看大宁。虽然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时尚高级的感觉，但也中规中矩。很多的楼下面呢都开着各种各样的商店。正好我们在这边散散步，消磨一点时间。刚刚还在说运气不错，没有下雨，虽然我是带着伞的，谁知道现在已经飘了几滴雨下来了。看来这个商业中心呢也有好几个街区，可以看到这边一栋一栋的独立的商业的大楼。我们在这个地方环顾一周看一看。今天呢并非休息天，而且现在已经时近黄昏，所以这个商业中心并没有太多的人。如果每天都这样的人流的话呢，恐怕这里的商业生意就不好做了。我们来看一看这里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商业设施。应该说这边也是有很多楼组成的一个楼群。这里有专门的大型的酒店，更多的就是吃饭的餐馆。我相信其他的娱乐设施等等应该一应俱全了。一个小村群。上海的春天啊，好像大家特别喜欢摆放郁金香。我在杨浦滨江啊，还有在徐浦滨江等等地方呢，都看到很多的郁金香。这边居然也摆了很多啊，当然规模肯定没有在那些滨江地方看到的那么多。这边还有一个室外的舞台，相信很多商业活动啊，做活动应该都在这边。各种咖啡店。上海这个城市挺有意思的，小资文化特别盛行，也就是说大家坐在这个咖啡店或者在咖啡店门口喝咖啡呢，已经是蔚然成风了，所以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大众消费。这边也会有珠宝店，还有很多都是卖服装等等。Opmart
可能人比较少的缘故，我觉得在这样不是特别宽敞的商业中心的街道里面走走，感觉挺舒适的。对面有一家非常大的华为的专营店。现在这些国产的电动汽车，每个商业中心摆的到处都是。你看啊，哇，这里还有一家摆的这些电动汽车，这个应该是小米的，而且现在这些样子做的其实都相当不错的，虽然我并没有开过。这边也有大润发，就是大超市的这些商业大楼。整体来讲，应该说应有尽有吧。作为老百姓，在晚上下班以后，或者是周末到这边来采购、休闲或者全家人吃个饭，或者是约3、5好友坐在咖啡店门口喝咖啡，我觉得都能够得到满足。我现在正对着呢，那边的高楼就是同济大学附属第10人民医院，应该是一座新楼。我的右侧是喜来登。已经在这个大宁商业广场里面逛了一圈了。整体来讲呢，就是很安静，不够热闹也可能是时间的问题，也可能这个地方它的消费力还没有达到爆棚，或者是现在中产比较纠结，在花钱方面比较谨慎。越是低端的这些商业，越是受到电商的冲击。就现在很多人呢，根本他都不去商店里面逛街了，直接在网上下单，看着直播买东西。这个已经成了中国很大一个群体的这种消费的方式。就表面上看起来呢，这种像快餐文化一样的消费方式，给自己带来了时间上面的节省，就消费很容易送货上门，而且网上呢，往往会拼团购，价钱呢能够打下来但是问题是也容易造成冲动消费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买了一些自己根本没有用的东西。
而且更可怕的呢，就是把这些原本想好好做生意、守着这些实体店啊经营的这些商家呢，大喊吃不消。所以此消彼长啊，就使得大家在逛各种，尤其是二三线或者是一个城市里面的二三线的这些商业广场，都会发出相同的感慨啊，就觉得消费不振，生意不好做。这应该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吧。但是呢，我们只在城里面走一走看一看，对这些商业的结果呢也不负任何的责，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在上海的静安区，但是以前呢这个地方是闸北区啊，我相信很多人，尤其是非上海人呢，知道闸北区恐怕还是在上海滩这种电视剧里面就是当年的景象。当然对上海人来讲的话呢，那更是泾渭分明。只要你说住在闸北啊，这个大家感觉到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把闸北区并到了静安，实际上是以小吃大啊，因为静安本来很小，所以呢现在都变成了静安区了。好，现在我又走回到共和新路，现在走过大宁路，对面的就是久光中心。那久光中心呢，大家知道在静安市里边有一个很大的百货商店。你看这个久光中心建的跟广州的那个歌剧院非常的像，就是隔着大宁路这条街的两边呢就有两个商业中心。刚刚我已经走过了大宁国际，现在来到了久光中心。其实在我的感觉当中，现在无论是以前的闸北、普陀还是杨浦区，越是那些当年不入流的区域呢，现在其实经过大的拆迁、翻新重新布局。那现在其实我觉得已经完全变了样了，应该跟热闹的区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了。恐怕只能说那些文化方面就那种传统，就人的意识上面，可能还会稍微的差一点。这边还有一个骑马的体验场地，一种骑马，有人小孩子在那里学骑马。这个也是很多家长现在很喜欢让小孩接触更多的时尚、高雅的这种体育文化。但是到了这边呢，就变成在一个广场上摆摊了。这个地方当然我并非第一次来因为我的孩子就在这个附近上班，之前也来过几次。基本上呢，就是在我眼前的这个久光中心里面找一家餐馆吃饭，说说话。每次基本都是晚上来的，所以天亮的时候这个地方的感觉今天应该还是第一次。我们来看一看，这也是一个商业广场，就是非常梦幻的这些建筑物还是蛮有线条感的。然后有个下沉的广场，这一路呢往上去。
哦，这边有个例外的品牌，这个是我一位熟人，也是我的一位订人的公司。百货商店啊，应该都大同小异吧，最起码对于我这种不怎么购物的人来讲是这样。所以这个楼上呢，我也没兴趣上去了，我们只是在楼下的走廊走一走，看一看就可以了。总体感觉呢，这个久光中心啊，要比刚刚我去过的大宁国际商业广场看上去上点档次啊，因为这些建筑物就感觉比较时尚、摩登，但是他卖的东西啊，价格还有到这边来逛吃、逛玩的人是不是同一拨人呢？我就不太清楚了。这个走廊里面搞了很多花。现在呢，走出久光中心，我们在这边再来回望一下这个久光中心的大楼。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看到的这种变了形的造型有点奇特的这个商业中心。看来这个雨点好像比刚刚稍微要大了一些，看到孩子们放学了。我看到一辆公交车上面写着终点在上海西站。以前是有上海西站，但是我们好久都没有搭乘过上海西站出发的列车了。真的雨没有下大，我们继续向北走几步。我已经隐约看到左前方这个像一个环木电影院一样的建筑物呢，就是上海马戏城。就在这个里面呢，很多节目都是深受小朋友们喜欢的。这就是上海马戏城。这个边上呢有个建筑物啊，我看绍兴饭店啊，这个算是比较知名的老品牌了吧。今天的马戏城售票厅关着门，应该今天没有演出。吃的有。
马士城。马士城的地铁站呢，还要往前走一点点。原本我觉得这样的地铁站应该跟这种体育娱乐设施在地底下是贯通的，这样呢大家不用淋雨啊，而且地底下可以增加很多商业的空间。当然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并没有连在一块儿。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共和新路这条南北通道上面车水马龙之下，因为已经接近黄昏，大家都要下班了，急急的赶回家去。那么这个车站就在前面呢，也是我跟我的孩子相约的地方。我们在这边呢就结束今天从延长路站到马士城站这一段的闲逛，路过了2个商业中心。我们也多少了解一下以前的台北区这块地方现在的商业的状态还有老百姓的这种写在脸上的感觉。好了，我们就在这边打住，我们下次出行再会，谢谢大家跟随观赏，拜拜。